伯伯，您怎么在这儿啊？阿超找您都找半天了，咱快回家吧。阿超，刘伯伯。对，这位老伯就是刘阿超的父亲。你们认识我家阿超？他该不会是欠你们钱吧？没有，阿超没有欠我们钱。那就好。有什么话咱别在这儿说了，咱回家说吧。我不回去。哎，小伙子，赶快告诉我，怎么才能救活我的叶皇后？这样吧，老伯，这太冷了，咱回去说。好。走吧，你慢点啊，刘伯伯，来慢点。头怎么那么疼啊？你这哪有石头？没事吧？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局》第2季。在上一集的故事中，蓝天和叶灵得知了流传在光明村的恶狼复仇的传说，同时在山上他们发现了野兽啃食过的动物尸骨，更关键的是，他们还发现了用来拴住大型动物的铁链。这一切的一切，无不预示着一点，那就是这个村庄里，这座山上真的存在着一个大型食肉动物，而且它还是被人饲养的。那么，这个怪兽真的存在吗？它的真面目究竟如何呢？它是怎么来到光明村的？是谁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呢？怪兽屡次的攻击行为，又到底是何目的呢？面对这诸多的状况，蓝天和叶灵百思不得其解。而就在此时，刘阿超的父亲刘老伯又上演了疯狂的自杀行为，而自杀的原因更是令人费解。第一，刘老伯倾尽全力辛苦种植的大批名为叶皇后的郁金香，突然之间不知原因的全部死亡了。要知道，这种植物生存能力那是很强的，而且瞬间全部死亡这种事儿是极为罕见的。第二，刘老伯还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慢点，慢点。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了，太麻烦你了。来，大家喝点汤啊，这么聊聊天。刘伯伯，您身体不好，您多喝点啊。哎。刘伯伯，你看蓉蓉对您多好啊，您不要再想不开了。哎，小伙子，快告诉我，怎么才能救我这叶皇后啊？刘伯伯，实话跟您说，其实我啊，那你是在诓我呀？还不是您要自杀给闹的。是刘老弟吗？刘老弟。哎，老哥。刘老弟。哎，老哥。你好啊！哎，好。坐这儿。哎，老弟呀，你可真够笨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呀？不是有句话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才失败一次，怕什么呀？是不是？你瞧我，每天被这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我都没要死要活。不过，我得跟你说句话，出门的时候，你别跟人说是朋友。丢人！哎，老哥哥，不是我想不开呀，我是真没办法了。你们家的事儿啊，蓉蓉都跟我说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要不这么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待会儿阿文来了呢，我跟他说呀，让你
在咱们村儿当大棚的保卫。你要干那么7、8年，估计银行的贷款也就还完了。哎呦，老哥哥，那可太好了。对呀，刘伯伯，要不然啊，你赶种玫瑰、百合，种子、肥料我来出，一日3餐你也上我们家来吃来。有什么问题咱大家一起解决，总会度过这难关的。可是，别可是了，刘老伯，就这么定了吧。刘伯，你看啊，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那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你看啊，我现在手上还有些存款，您先拿去，把您银行的贷款给还了。至于那花的事儿嘛，别担心，咱们一块儿想办法。二文啊，我儿子要是有你一半争气，我活着也就有劲儿了。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蓉蓉，我这是疼。哎，老不是，爸，我给您拿药去。哎，这是？爸，您是要吃巧克力吗？没事，我给您拿啊。没事儿。给您。大爷不用担心了，我爸一会儿就好了。好了好了，刘伯伯，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你就听我们大伙儿的吧。好，好，好，那我这就叫阿超回来。今儿啊，大家就留着吃饭。隔壁李婶家宰了头猪，我买了好多呢。刘伯伯，我给您做您最爱吃的红烧肉。哎，谢谢蓉蓉。哎，那我过去了啊。猪，怎么了？你先在这儿，我出去转转。等等，我掌握了这么多的线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田老伯，哎，您这是干嘛呢？冬天啊烧煤，这煤啊不能干烧，得掺点土。我这挖点土带回去。我来帮你。我自己来，还行，我来吧，哎呦，我来吧，我来。哎呦，你这小姑娘是真不错。啊，行了，我自己来了，我自己来了。哎，我自己来。原来是这样，这爸爸也太傻了。啊？你说谁傻？啊，没事了，田老伯，我先走了。啊？谁傻？果然是这样。那么这一切应该都是他做的。如果是他做的话，那蓝天他们是怎么看待怪兽的呢？哎，这是哪儿啊？叶灵，这丫头去哪儿了呢？这么漂亮的花，那么冷的冬天长得这么顽强，是谁种的？
植物的主人，我带走一颗，你没意见吧？还得抓紧赶路呢。哎，蓝天，你怎么就确定叶灵会来这座山呢？万一他就随便走走呢？不可能，他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再说了，都这么晚了，他还不回来，我怕他遭遇不测。拜托两位，好好找找。没事，蓝天，你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是啊，蓝天，你先别着急，再找找啊。哎，你们看，这不叶灵吗？哎，叶灵，你去哪儿了呀？我在山里迷路了，大半天才走出来。别说这么多了，蓉蓉，你去把刘阿超叫过来，还有小卖部的老板，我有话要说。好。叶灵，大家都在，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想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怪兽，怪兽以及狼灵都是有人故意编造的。可是我明明就看见了呀，还是2次。那是有人精心设计的。谁？就是他，刘阿超。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啊！首先，2年前的灭狼事件，并不是所有狼都死掉了。当时有一头小狼逃了出来，被人圈养到了山洞里边。老板，你之前跟我说过，刘阿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边，每周都要求你帮他进一头猪，是这样吗？对，是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刘阿超每周让我进货的时候，都帮他进一头猪。这样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们家只有他跟他爸爸2个人，怎么可能2个人一周就吃掉一头猪呢？答案很明显，用猪喂狼。后来我跟蓝天在山上也发现了吃剩下的猪骨头，这足以证明一切了。就算山洞里有猪骨头，那也不能证明有狼啊，更不能证明是阿超在养狼。的确有狼存在，住在山脚下的田老伯曾经亲眼目睹过狼，不过田老伯在看到狼之后被吓得不轻，回来之后就疯疯癫癫的传说狼灵复仇，所以传说就是从他那儿传出来的。就算阿超真的养狼，那他和怪兽事件有什么关系？你听我慢慢说。就在昨天，我跟蓝天在郊外无意中撞到了意图上吊自杀的刘老伯。刘老伯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培育的黑色郁金香根全部都烂掉了，血本无归。刘阿超欠了很多的赌债，刘老伯本来是想用种花的钱来帮他偿还赌债，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根本就无法偿还，所以刘阿超想出了一条生财之道，他把狼灵复仇的传说改成了怪兽的版本。村民们虽然都害怕怪兽，但是大家都很好奇，都想一睹怪兽的真容，所以刘阿超开通了一条怪兽旅游专线，大获其利。笑话！就算我能编出一头怪兽来，我能造出来一头吗？怪兽事件可是咱们马文马村支书亲自传出来的。这点你做得很聪明。你知道传出怪兽这种天方夜谭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但是如果由我们的大学生村干部马文说出口的话，就会很有信服力。那天是马文父亲的忌日，你料到他肯定会去山上祭拜，所以你潜伏好了，制造出了怪兽现形的事件。怎么制造？刘阿超开了一家水站，这个大家都知道吧？他在给马文送水的时候，在水里加了致幻剂。马文在喝了有致幻剂的水以后，就产生了幻觉。我跟蓝天住的地方的水也是刘阿超送来的，所以我们一样会有幻觉。幻觉？幻觉就能看到巨狼？这就是你养狼的原因啊！人在致幻的情况下是很容易感官放大的，所以当时马文看到了小狼，就会误认为是巨型恶狼。蓝天也一样。哎呀，我的大记者，这些都是您猜测出来的，是吧？啊，你说
山谷里边有怪兽的脚印，你们是亲眼所见呐？难道这个脚印也是我造出来的？就是你造出来的。说起这个，我就真的有点不落忍。当时我在山上发现了巨型脚印，我还很好奇为什么边缘会那么的明显。想必这都是你用铁锹一敲一敲的挖出来的吧？你就是想做的太完美，所以成为了你最大的漏洞。这些都是你的猜测，就算你说的合情合理，怎么了？怎么就能证明是我干的？我跟蓝天来到村子的第1天晚上，就和马文一起去了山上。当时我相信是你在水里边提前下好了致幻剂，但是很遗憾，我在出门之前并没有喝水，所以在山谷里边，他们2个都看到了怪兽，但是我没有看到。不过我一直听见后边有人在跟踪我们，想必那个人就是你。你是要时刻掌握我们的调查动向吧？回来了之后，他们2个都被怪兽吓得不轻。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如果真的有怪兽的话，那山谷里边想必会留下脚印。你在门外应该是偷听到了这句话，所以你跑到山上去挖了这些巨型的脚印。当时我就看到山上有亮光，我想过去看看，可是后来被蓉蓉拦了下来，叫我过去帮忙。哎，蓉蓉，你来找我的？帮帮我，快帮帮我！怎么啦？我还有事儿呢。我爸他又疼上了，快帮帮我！快走吧。那天晚上我看到山上有光，我本想过去，却被蓉蓉拦下了。蓉蓉的目的就是为了绊住我。如果我去了山上，你的事情就穿帮了。后来第2天早上，我去了山谷，我又在郊外看到了你。刘阿超，这大清早的干嘛去了？啊，天儿挺好的，我跑跑步，锻炼锻炼。大警察走啊，再见啊。再见。当时我问你去干嘛了，你告诉我你去跑步了。我分明看到你的鞋子上有泥。试问谁跑步的时候不去一个干干净净的路面上，而是去这种湿地？后来我去山谷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脚上也有泥，都是因为山谷里边湿气太重，而且植物上也容易沾有露水，才造成了泥土。总而言之，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刘阿超为了还赌债，编造了怪兽的事情，后来又用了怪兽赚了钱。刘阿超，你的一切都被我拆穿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叶玲，你真聪明啊！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对，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刘阿超编出来的。可那又能怎么样？你们不能因为我编造一个谎言，就送我去坐牢吧？刘阿超，刘阿超，你这个混蛋，你为了挣钱，你给我下药，你让我这几天过得战战兢兢。刘阿超，阿超，冷静点。马文，你们慢慢聊着啊，我有点困了，我去睡觉。刘阿超，你给我等着！至此，怪兽事件终于解开，饿狼的传说、怪兽的袭击，这都是刘阿超一手炮制出来的谎言。刘阿超从小不学无术，整天总想着耍些小聪明赚钱，结果就因为他这种占便宜的心理而去赌博，欠下了大批赌债。为了还赌债，刘阿超便开辟了一条怪兽旅游专线。首先，刘阿超散播山上有怪兽的谣言，然后再利用他开水战之便，给马文的水中掺入了致幻药。等马文上山以后，刘阿超再牵出多年前他救下的小狼，吓唬马文。马文喝了掺有致幻药的水啊，
意识便会放大，把小狼就会看成是巨型恶狼，就制造出了怪兽的传言。至此，似乎一切已经真相大白。但是，怪兽事件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别忘了，在光明村里还有诸多的谜题没有解开呢。大批的黑色郁金香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全部死亡？刘老伯突然之间患上的怪病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有，王蓉蓉的父亲经常吃的那种神秘的黑色巧克力，到底是什么呢？疑点依旧重重，我们继续往下看。原来你早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呀？别装傻啦！你给我的纸条我都看了，虽然你没写清楚最后的名字，但你知道就是刘阿超。好啦，这次多谢你了。没想到你心思还真是蛮缜密的。不过你是怎么想到的呢？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说，有一点特别值得怀疑。对，上次你说而且是什么？我敢确定这个山上不可能有怪兽，但是我那天晚上亲眼看见了。关键的是，上山的时候我就觉着我的视线比较模糊，周围的气氛比较压抑。我推测我可能中了某种迷幻剂。你还懂医学？略懂一二。当我知道这水是刘阿超送的，我就开始怀疑到他了。没想到你还真是挺有本事的。不过你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呢？因为我还不敢确定，这个想法很可能是错的。为什么？难道刘阿超只是因为缺钱才制造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怎么就不简单了呢？这个推理啊，表面上合情合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刘阿超他自己都承认了，你还有什么可想的？哎，虽然是你提醒的我，可是这结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但是这个结论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什么漏洞？2年前灭狼事件，有一批小狼跑了，说是刘阿超救了他。那你记不记得马文说过，刘阿超曾经走南闯北，2年前他还在外地飘着呢，他怎么可能回来救狼？也许是他2年之后回来了，在山谷里发现了小狼，就把狼圈养到山洞里了。你说的也有可能，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不知道，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咱们在山上遇到的那些陷阱，可这恶狼明明在山谷里边，为什么山谷里边什么都没有，而这个山坡上有陷阱？为什么？对呀，也就是说，设置这些陷阱的人根本就不是为了捉怪兽。有可能。哎，蓝天，你明明都不敢确定，为什么还要把线索给我？你就是为了要让我去试探刘阿超，看看他什么反应，对不对？这叫引蛇出洞。但是我想不通，刘阿超为什么要承认呢？喂，张医生。好，我马上就回去。我要回北京。出什么事了？现在就得走，快！蓝天，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张医生，您就给我妈妈做手术吧。上个月的工资我已经都交给医院了，这个月还有1个礼拜就发了，我也拿来给医院。叶玲，希望你也能替我们医院着想一下。为什么对植物人做这种巨大花费的手术呢？我们医院已经尽力了，放弃吧。医生，植物人就不是人了吗？还有15年后醒过来的例子呢，我妈妈还有可能醒过来啊。张医生，我求求你，我欠医院的钱我会还的，
手术费我也会一分不差的给医院，您就救救我妈妈吧。叶玲，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是觉得你没必要再做这种徒劳的付出了。张医生，上手术吧，钱的问题我来解决。蓝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客套的话咱先不说，先给他妈妈做手术。有一句话叫做医者仁心。妈，你放心吧，张医生那边都给您安排好了，很快就能给您做手术。您一定要坚强，一定要醒过来。等我找到姐姐之后，我们就能一家团圆了。这株小花是我从山谷带回来的，它在寒冷的冬天能长得这么好。我把它放在您的床头，希望您能跟它一样坚强。蓝天，谢谢你。张医生说明天早上就能帮我妈安排手术。不用客气，我这也不是为了帮你，我只是不愿意看到有人死去。对了，你四处打工就是为了你妈的手术费吧？雅玲，你真棒。关于你上次发广告传单，我没有尊重你，后来还抢了你的出租车，我今天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没关系，我也有不对的地方，钱我会还给你的。不着急。蓝天，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MIT 的博士却来做了记者，跟医院的主治医生关系又那么好，你该不会是某个集团离家出走的公子哥吧？我还蝙蝠侠呢。反正不管怎么样，钱我都会还给你的。我说了，真不着急。喂，张医生。好，我这就回去。张医生说叫我回去有事儿。怎么了，张医生？我刚刚在查房的时候，在你母亲的房间发现了这个。我们医院除了医生和护士之外，没有任何人进去过。这是你放的吗？对啊。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从山谷里边摘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看它长得很好看，就带过来给妈妈了。这是罂粟。罂粟？你是说长鸦片的那种花吗？你肯定？当然，罂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以前在国外深造的时候栽培过，我特别肯定这就是罂粟。那种罂粟不就是犯法吗？这是我从光明村的山谷里边发现的，就在山坡上长着。走，回光明村。可是我妈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呀。张医生，手术的事儿麻烦你了。你们去忙吧。叶玲，手术完成后我通知你。谢谢您，张医生。阿文。蓉蓉。大清早的叫我什么事儿啊？蓉蓉，你过来。蓉蓉，有件事儿，我想了很长时间了，咱们结婚吧。你说什么？嫁给我吧。真的。经过这一次怪兽的事情，我想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抓紧时间，珍惜眼前的人。你想，如果以后真有一件坏事落到我头上，到时候想躲都来不及。
我看你还没睡醒。蓉蓉，为什么我大学毕业回来以后，你对我的感觉就都变了？你以前不这样的。是因为阿超吗？我知道，他也喜欢你。你别再瞎猜了，反正这辈子我是不会结婚的。可是这辈子，我只要你一个。蓉蓉，嫁给我吧。马文，叶灵，蓝天，你们怎么来了？我在后山山谷里边发现有人种罂粟。什么？我昨天迷路了，滚落在山谷里边。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周围全部都是罂粟花。那我得赶紧报警。哎，等等，这件事情还没有确定，罂粟也有野生的。如果你这么冒失的话，对村里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对，那你们带我去看看。走。翻过那个山头，我们就到后山山谷了。你说到底是谁啊，会在这儿做这样犯法的事情？后山这么大，而且又是在谷底，再加上后山狼灵的传说，我相信没有村民会到这儿来的。这倒也是。快吧，别耽搁了。你走慢点儿。坏了，我们来晚了，花都被烧了。是这儿吗？你确定？我确定。很明显嘛，这火是刚被放的，你们闻，还有汽油味呢。看来还真有人在这种植了罂粟，并且抢先一步来毁灭证据。那会是谁干的呢？回吧。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对方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找罂粟的呢？还提前做了准备，而且上山的路就只有这一条，我们一路上也没有见到人啊。能在山谷种罂粟这么久不被发现的人，我相信他一定知道通往山谷的捷径。再说了，后山这么大，藏个人、传条路，那还不简单吗？再说，藏头狼不也没被发现吗？你说，到底是谁的胆子会这么大呢？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觉得不对劲。每次都这样说，也不说完。真的，很感谢你们通知我，但是现在山上什么都没了，所以是不是真的有人在种罂粟，也不好说。但是不管怎么讲吧，那个怪兽的事情是解决了。哎，你们俩接下来什么打算？怪兽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叶灵不是都把刘阿超给揪出来了吗？我还正打算把他交给派出所呢。不对，刘阿超的事情有漏洞。不可能吧？如果真不是刘阿超，那他为什么要承认呢？啊！是王伯伯。哎呦，我疼啊！哎呦，王伯，快，帮个忙！哎，疼啊！巧克力吗？哎，我帮你拿。哎呦，你快呀！叶灵，拿着。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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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伯伯好像很依赖巧克力啊。人都生病了，能多吃就多吃呗。可是我总觉得这个巧克力怪怪的。不就是巧克力吗？哪里怪了？巧克力，巧克力，我巧克力。蓉蓉，王伯伯以为我要偷吃他的巧克力，你看把他急的。谢谢啊。蓉蓉，你怎么把王伯伯一个人留在家里？你跑哪儿去了？我去隔壁于婶家帮忙缝被子。有什么事儿咱们出去说吧。王伯伯，你好好休息。王伯伯发起病来可真是吓人。对了，他得什么病你知道吗？癌症。蓉蓉说还是晚期呢，去年医生就给判了死刑，说最多活不过3个月，可是就奇迹般的活到了现在，可见生命还是很顽强的。吃什么呀？巧克力啊，我好久没吃巧克力了，刚才从王伯伯那儿试了一块，有股怪味儿。不是，你还真是个十足的吃货呀！病人的巧克力你也拿？我是吃货，我骄傲。罂粟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头绪，我实在是想不通，对方怎么可能先我们一步到达山谷呢？是谁报的信呢？我也想不通啊。而且说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在场，说完我们就立马去山谷了。自己人的话也不可能出去通风报信，而且我们也没有人知道谁是罂粟的主人。是啊，咱们大家都去了山谷。不对，有一个人没去。谁啊？蓉蓉。蓉蓉是没去啊，蓉蓉要照顾王伯伯呀。你不会是怀疑蓉蓉吧？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想好好休息休息。只有蓉蓉没去，那她的嫌疑最大。可是为什么呢？如果是蓉蓉，那她这么做对她有什么好处呢？想不通。你干嘛呀？不敲门就进来？不是叶良，你干嘛用这眼神看着我呀？我说你怎么呀？喂！放开我！你放开你叶良！放开我！放开我！叶良，这是叶良，我是马玩。南天，他怎么了？不知道，赶紧帮忙。叶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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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疼啊！叶灵，你刚才差点杀人了。杀人？对，你刚差点把我和蓝天给掐死。神经病！叶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中毒了。我中毒了？从目前的状况上来看，你应该是摄入了一种高度的迷幻剂，这种呢，就是第一次使用的状态，有点像吸毒。吸毒？不对啊，叶灵
在这儿应该没有仇家，谁会害他呢？是啊，到底是谁给你下了毒呢？哎，叶灵，你好好想想，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是水？哎，再或者是闻过什么奇怪的气味？你好好想想。我从蓉蓉家回来就什么也没吃啊。不对，你吃过东西。偷吃王伯伯巧克力的事情，不要弄得人尽皆知。对，就是这一块巧克力。对，就是你偷吃了王伯伯的巧克力。你俩等着。哎呀，扶我起来！哦，你慢点。拿一套。哎，蓉蓉。哎，你干什么，蓝天？还我巧克力！巧克力？这是巧克力吗？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还我巧克力！哎，蓝天，蓝天，把巧克力还我！蓝天，你这是？麻烦你让他把巧克力还我。蓝天，你要真想吃巧克力，我去给你买一堆。你把这个还给王伯伯。蓝天，你抢王伯伯的巧克力，不会是……巧克力？哎，你闻闻。什么味道？蓉蓉，这是巧克力吗？确切的说，这里边有巧克力。还有什么？鸦片。什么？蓉蓉，难道山谷里边的罂粟原来是你？叶灵中了毒，又差点掐死蓝天，采访之路实在惊险万分。不过因祸得福，叶灵和蓝天得知了另一个事实：王蓉蓉的父亲食用的那种神秘的黑色巧克力当中，居然掺有鸦片，而光明村后山那一小片的罂粟，居然也是王蓉蓉种的。那么，王蓉蓉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又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的亲生父亲，让他服用鸦片呢？王蓉蓉的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怪兽事件和王蓉蓉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整个闹剧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刘阿超为何要自己担下所有的责任呢？至此，在所有人认为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之际，一切却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请您继续观看我们下一集的谜局。叶灵、蓝天，自从你们来到这个村儿，我就知道事情瞒不住了。好了，人都到齐了，有什么话问吧。叶灵，你说吧。你先发现的，还是你说吧？那好，其实呢，这整个怪兽事件的背后，隐藏了一个非常感人的孝女故事。2年前，
蓉蓉的父亲被检查出是癌症晚期。可蓉蓉不忍自己的父亲离去，于是就想到了用鸦片延命的办法，对吧，蓉蓉？可是到哪去寻找鸦片的种子呢？就在这个时候，刘阿超回来了。刘阿超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云南、缅甸待过很长时间。金三角盛产罂粟，我想你弄点种子并不难吧。于是蓉蓉就恳求你帮忙弄点种子，你就答应了她。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蓉蓉选在了后山山谷，培育了一小片罂粟，然后又在你的帮助下把罂粟果弄成鸦片，跟巧克力混在了一起。蓉蓉就这样给自己的父亲食用。即使咱们每天都能看到王伯伯吃巧克力，也没有怀疑过。于是蓉蓉就光明正大的利用鸦片延命的办法，延续着自己父亲的生命。可是鸦片不是吸食的吗？错，鸦片这种毒品既可以吸食，也可以少量的直接服用，只不过会上瘾更深，但是效果也很显著。就像叶灵第一次服用的时候，反应才那么强烈。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局》第2季。上集故事里，叶灵和蓝天已经发现王蓉蓉在后山种植了罂粟，而且还把罂粟制成了鸦片，掺在自己父亲的巧克力中，天天给父亲喂食。而王蓉蓉这一系列的怪异行为，没想到其背后竟然是一个感人的孝女故事。王蓉蓉的父亲身患绝症，王蓉蓉是想让父亲能够多活2年，才想到了鸦片延命的办法。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实在可悲可叹，而且我们也不难感觉出，王蓉蓉才是怪兽事件的主使者。她散播怪兽的谣言，并且让刘阿超帮助自己制造了怪兽事件，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村民们发现自己在后山种植罂粟的秘密。那么刘阿超为什么要帮助王蓉蓉呢？王蓉蓉又答应了刘阿超什么样的条件呢？还有刘老伯的黑色郁金香死亡之谜和光明村的怪兽事件，这2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呢？整起事件到底是峰回路转，还是陷入了另一个深渊？让我们拭目以待，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所以为了避免罂粟的事情被拆穿，蓉蓉就故意传出后山有怪兽的说法。不过狼灵复仇是老生常谈了，但当时确实有一头小狼被救了，但救狼的人不是刘阿超，而是蓉蓉。对，前2天我跟叶灵去山脚下的田老伯家里，田老伯说他在后山看到过狼幻化成姑娘的形态，所以他一度相信是狼灵复仇。其实这个姑娘就是蓉蓉。蓉蓉在救下小狼以后，将狼养在了后山山里。蓉蓉每天晚上去后山开垦荒地种植罂粟的时候，有小狼陪在她的身边，所以就这样田老伯给误认了。那天我无意中撞到了蓉蓉在换衣服，发现蓉蓉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疤。蓉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道疤明显是烧伤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救狼的时候留下的疤。所以那天晚上我看到山上有光，那应该是刘阿超在山上制作怪兽的脚印。蓉蓉故意拦下了我。蓉蓉，你救你的父亲可以，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利用我，而且还利用得那么心安理得。马文，我想你误会蓉蓉了。你被怪兽惊吓纯属是刘阿超的个人行为，这跟蓉蓉没有关系。
我想刘阿超喜欢蓉蓉，这大家都看得出来吧？他是想把你吓坏了以后，更容易得手一些。蓉蓉在发现了整件事情后，因为刘阿超的手里有蓉蓉的把柄，所以蓉蓉并没有声张。蓝天、叶灵，说实话，你们确实挺厉害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们猜对了。但是有2件事儿，你们没猜对。哪2件事？第一，你们第一天进这个村子，之所以会看到怪兽，确实是被人下了药，但是那个药不是下在了水里，而是下在了鱼汤里。厨房里还熬着鱼汤，大家喝碗汤再走吧。别担心。原来是这样，那第2猜错的是什么？第2，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利用过蓉蓉的秘密，要挟过她，强迫过她。我爱蓉蓉，蓉蓉也答应过我，只要我帮她种罂粟，她就会嫁给我。什么？蓉蓉，她说的是真的？事已至此，我什么都不想再说。你们报警吧。不，你们抓我吧，我才是罪魁祸首啊！爸，你别说了，你先坐。你们要举报，就举报我吧。我早就该死了。爸，您怎么能这么说呢？蓉蓉为我牺牲的太多了，我不能再连累她了。爸，马文，这是你们村子的事儿，你身为村干部，自己决定吧。蓉蓉，你这个事儿真不是小事啊。这样吧，先把王博的事情给处理好，然后再把那个怪兽的谣言给辟了。等过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我带蓉蓉去自首。刘阿超，你也老实点啊。马文，我懂法，我就种了那么点的罂粟，我又不是进行贩卖，顶多也就拘我2天。你说什么？你说这不算贩毒？不算，只不过这一点，刘阿超一直没敢告诉你。你非常害怕这个秘密被发现，甚至刘阿超就利用了这一点，让你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卑鄙！哎呦喂，我的大记者，话别说的这么难听。我没骗过蓉蓉，要不是我，谁能帮蓉蓉买到罂粟的种子？行了，你别狡辩了，刘阿超。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把王老伯送到医院去。首先呢是治病，然后是戒毒。行了，天那么晚了，你们都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岳父大人，您慢点。哎，岳父大人，来。没想到折腾了一晚上，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不过我有一点还是想不通，马文脑海里老是回荡着深深的解放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也在一直琢磨这个问题，想不通啊。
是不是马文受到了过度惊吓，产生了幻觉、幻听？还有一件事儿，咱们刚到的头天晚上，我跟马文在山谷里看到怪兽，那是因为我们被下了药。但这个药是什么药呢？鸦片呗。不可能，如果是鸦片的话，我们的后果是中毒，不可能产生幻觉。我在想，一定是某种致幻药，但是这个致幻药是不可能在药店里能买到的呀。那这个刘阿超从哪弄来的呢？去问问他不就完了？你傻呀，他能说吗？那你是说，怪兽的事情还没结束？但愿它结束了。可是我有一种感觉，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什么阴谋？你想啊，这个刘阿超制造怪兽事件，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得到蓉蓉，帮蓉蓉隐瞒种罂粟的事实，顺便再赚取那么点导游费？我觉得没这么简单。你什么意思？你想想刘阿超临走时说的那句话。刘阿超临走的时候说这么一点罂粟不足以让他坐牢。对，很显然这个刘阿超懂法，罂粟种植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才能触及到刑法。他们现在的做法不算太严重。那你是说刘阿超没有必要因为这点小事儿而大费周折装神弄鬼？对。那当导游赚钱呢？养狼的成本跟这点钱比，那要多了多了。那刘阿超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也在想，想不通啊，为什么呢？现在我有一种直觉，怪兽的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蓉蓉，坚持住啊，马上到家了。哎，蓉蓉怎么了？先不说了，赶紧救人吧。老板，要2个棒棒糖。哎，好嘞。哎，今天心情不错呀，遇到什么好事了？今儿个呀是真高兴，那刘阿超把他欠我的钱一次性都还我了，半年的赊账一笔勾销了。这刘阿超家的花种不活，在银行还有贷款，他自己还一屁股赌债，他哪来的钱还你？说的是，我也这么认为。谁知道他撞什么大运了？哎，不过我估计啊，他啊肯定悄悄的就去赌了，没准运气好赢点呗。喂，蓝天。啊？好，我现在就回去。慢走啊，夜里。哦，哎，蓉蓉怎么冻成这样了？出什么事了？蓉蓉晚上去大棚里边摘菜，一晚上都没回来。后来王伯伯担心她，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出去找。我把蓉蓉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找着。还是第二天早上，在山谷里边发现了蓉蓉，可是她当时已经昏迷，冻得不省人事了。怎么会这样？蓉蓉，蓉蓉，王伯伯，蓉蓉，蓉蓉，叔叔您怎么下床了呢？我看蓉蓉。
叔叔，蓉蓉，这是怎么了？叔叔，您还是回床上歇着吧，蓉蓉就交给我们照顾啊。都是我不好，吃什么韭菜馅包子呀？叔叔，你要是不上大棚摘菜，就不会这样了。叔叔，您别这样。如果您再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怎么照顾蓉蓉呢？听话啊，回床上歇着，好不好？哎，马文，哎，你可要赶紧给他救醒啊！啊，好，啊，好。蓉蓉，蓉蓉，蓉蓉，你醒了！蓉蓉，蓉蓉，蓉蓉，别怕，蓉蓉是我，蓉蓉，我是马文，看着我，马文。蓉蓉，别怕啊，别怕，有我呢，别怕。有怪兽！没有。做噩梦了，没事啊。蓉蓉，别怕。怎么回事啊？别怕。蓉蓉，你冷静一下，好好想想，你把昨天晚上看到的跟我们说说。昨天晚上，妈说想吃韭菜馅包子，我就去大棚摘菜。我怕过2天就要进医院戒毒了，我就怕医院的菜他吃不惯，想给他弄点酱菜，让他带过去。结果途中我就听有脚步声，越走越近，真的有怪兽，有怪兽！别怕。什么？饿狼？别怕。蓉蓉，你哪儿不舒服呀？啊，哪儿不舒服？蓉蓉，你看我给他妈带什么来了？马文，你怎么在这儿？放开！阿超，我现在不想跟你吵啊！我告诉你，马文，蓉蓉是我媳妇。你俩先别吵了，听蓉蓉怎么说。没有，没事啊，你把手放开！阿超，我不想和你在这儿吵。很明显，蓉蓉这是被人下了致幻药。蓝天，你这话什么意思？从蓉蓉现在的状况来看，跟我头一次进谷的时候一样，我是被人下了药，产生了幻觉，才看到了饿狼。你站着！刘阿超，你竟然给蓉蓉下药，你他妈还是人吗？我没有，你没有，那个什么致幻剂只有你有，除了你还能有谁？走，跟我去公安局！我告诉你，马文，我害蓉蓉，我没有下药。我告诉你，你这就诽谤，我可以告你。你做错事，你还真的有词了是吧？啊，刘阿超，我告诉你，我非教训你不可。蓉蓉要有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神经病！
你留着照顾蓉蓉，我去看一下。哎，儿子回来了，早晨没吃饭你就出了门，正好，快坐下吃。哎，儿子，坐下吃饭呢。今儿做的全是你爱吃的。爹，你自己先吃吧，我去看看蓉蓉。蓉蓉怎么了？蓉蓉啊，昨天晚上在山谷里边晕倒了，我放心不下。哎呦，怎么弄的呀？哎，你等会儿，蓉蓉他爸这2天就要进医院戒毒治疗了，样品你给他带过去。爹，等我忙完手头这点事儿，我就过去看看。一会儿再说吧啊，我先走了，爹啊。哎。刘伯伯，哎呦，蓝记者呀，吃饭呢？来，坐，您坐。你吃了吗？要不一块吃点？说实话，我吃过了。不过看到这么香的饭菜，真有点饿了。行，你等着，我给你拿饭去。哎，好，谢谢你啊。算起来，蓝记者还是第一次来我们家呢。呀，刘伯伯，您太客气了。刘伯伯，您腿疼啊？这是不是关节炎啊？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稍微一走啊，双脚无力，浑身没劲儿。脚的毛病？刘伯伯，我看您呐，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别越拖越严重了。看什么看呢？能撑着就撑着吧。去一次医院就跟扒一层皮似的。现在这药又那么贵，算了。刘伯伯，这病真不能拖。别说我了，赶紧吃。你也吃。尝尝我炒的菜。好，这都是我们大棚自己种的，纯天然的，多吃点。真香。本以为光明村的怪兽事件不过是刘阿超和王蓉蓉联合起来掩盖后山罂粟秘密的把戏，但是就在这最后时刻，王蓉蓉居然亲眼看到了怪兽。这一切令蓝天和叶灵感到极其费解。怪兽传说明明是王蓉蓉她自己编出来的，怎么又会被自己遇上呢？难道说这个光明村真的有怪兽存在？至此，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而且大家别忘了，在那个马文的身上还有着一系列的谜题。他口中一直重复的深深的解放了，到底是什么意思？马文到底经历过什么呢？蓝天在刘阿超家发现的那版神秘的胶囊又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切的诡异现象都让人不得不怀疑，光明村的怪兽事件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而我们特别行动组的2位记者蓝天和叶灵又该怎样来面对这一切呢？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蓝天，你匆匆忙忙从蓉蓉家出来干嘛去了？没什么，蓉蓉怎么样了？蓉蓉没什么事儿了。哎，这让你说对了，
怪兽的事情果然还没完。可是这件事跟蓉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吓唬蓉蓉呢？而且刘阿超那么喜欢蓉蓉，怎么舍得给她下药啊？刘阿超没给蓉蓉下药。你怎么这么肯定？在你去蓉蓉家之前，我一直跟马文、刘阿超在一块儿。当时刘阿超说没给蓉蓉下药，看他的表情，听他的口气，不像撒谎。更何况我有重大发现。什么重大发现？这个是我在刘阿超家找到的。这个不就是一板普通的感冒胶囊吗？这有什么奇怪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绝对不是感冒胶囊。那是什么？不知道，反正这药一定大有问题。如果咱们查出这药是什么，离真相就不远了。那这会是什么呢？如果它真有问题的话，这药是整版的，证明刘阿超没有给任何人下药。他那么喜欢蓉蓉，也不会给蓉蓉下致幻剂。那蓉蓉到底为什么看见怪兽呢？这样吧，你先等我回去，我把这药递出去化验，等回来之后，咱们再去蓉蓉出事的地方看看。好。这就是蓉蓉出事的地方，没什么特别的呀，什么都没有嘛。咱再上去看看吧。哎，叶玲，等等。哎，这个你拿着，以防不测。我不需要，你忘了我有多厉害了？我觉得还是你比我更需要它。哎，你可别小瞧这棍子，你忘了那些捕兽夹了？一不小心就会被踩到。你拿这个棍子呢，走路的时候敲敲地面，如果有夹子，也是夹的棍子。再说了，万一你遇到怪兽呢，拿这个还能御敌。分析的倒是挺周全的，我完全赞同。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我用这个就行了。好吧。哎，我说啊，咱们俩在一块儿找的地方太单一了，要不然分头行动吧？别，我还是觉得咱们不分开的好。又来了，胆小鬼，别害怕，姐姐会保护你的。只要你遇到危险呢，你就大叫，姐姐会第一时间冲到你面前保护你，好不好？那自己当心，注意安全。越来越像女汉子了。叶玲，叶玲，叶玲，是我蓝天。蓝天，他盯着我，我看见他了，他看见我了。看见什么了？怪兽。怪兽？哪儿啊？我也没看清楚，他就从我面前掠过去了。往哪儿去了？往那边去了。在这等我。还是让他跑了。蓝天，你看什么呢？快点回去吧。还是这样。走，回去。看见了。你没看见？我确实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看见一个怪兽，大大的眼睛，它盯着我。你不是怪兽。我真的看见了，
我出门之前没有喝过任何东西，根本没有机会吃致幻剂，根本不是幻觉。这确实不是幻觉，只不过你看到的怪兽是假的。怎么是假的？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从捕兽夹上找到的，这是人工兽皮，就像你穿的这种裘皮大衣一样。还有一点，怪兽是个庞然大物，怎么可能会被小小的捕兽夹夹伤？所以这个很奇怪。我现在敢肯定，你看到的和蓉蓉看到的都是假的。那原来我看到怪兽是假的。你以为是某个科学实验不小心打开了二次元世界的窗口，把怪兽引到地球上来了，然后奥特曼大战小怪兽啊？我就说嘛，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怪兽。你刚才还大惊小怪的。我大惊小怪？刚才是谁吓得直哆嗦呀？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有证据了，就差把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对呀，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谁呢？你那胳膊怎么了？不会是我打的吧？不是，这是怪兽打的。你都不知道刚才情况有多紧急，那怪兽出来了，我能不动手吗？谁知道你莫名其妙又跑了出来。疼不疼？我帮你抹吧。不用了，跟你做搭档，受伤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假扮怪兽的人。那这个假扮怪兽的人会是谁呢？哎，是不是刘阿超啊？不可能！如果是刘阿超假扮怪兽的话，那他之前就不可能要大费周章了。你看，又是养狼，又是致幻药的。哎呀，对。哎，对了，我今天听说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小卖部的老板告诉我，刘阿超把这半年欠他的钱一次性的还清了。你是说刘阿超把所有的欠账都还清了？对呀。他哪来这么多钱？我也奇怪，哪来这么多钱？我才不相信他是赌博赢了钱。这个刘阿超果然有古怪。哎，那你认不认识银行的朋友？让他查查刘阿超的账户不就完了？这个简单。干嘛呀？难道你忘了有一种人叫黑客吗？你该不会……你是 MIT 的博士啊，你干这种事肯定很拿手。哎，你看，这上面显示，昨天晚上10点26分，从这个账户上往刘阿超的账户上打了10万块钱。这会是谁呢？手笔这么大，一给10万。你应该问刘阿超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他才肯给刘阿超10万块钱。这人是谁啊？这个人叫江明。江明？这个人比较谨慎啊，这是从他的子账户里面打出来的，上面只有他的名字，没有他任何信息。能不能查一下？给我10秒。江明，狼峰玻璃厂的总经理。狼峰玻璃厂，哦，就是我们路过的那个玻璃厂。对。那一个玻璃厂的总经理为什么要给刘阿超钱呢？他们两个什么关系？这里边一定有阴谋。这样，咱明天去问问刘阿超。好。马文，你个卑鄙小人！我行得正，坐得直，我没有对不起你。怎么吵起来了？快过去看看。马文，我告诉你，蓉蓉是我媳妇儿，你离她远点。你别媳妇儿的啊，她根本就不喜欢你的。你放屁！我告诉你，马文，你别以为你是村支书，你就比我强。蓉蓉出事儿都是我在帮她，你根本就没资格爱她。我要是没资格，你就更没资格，刘阿超。好，马文，我让你看看，谁有资格，谁没资格。
打架，住手！你让开！哎呀，马文，我去！给我住手！刘阿超，你们干什么？马文，蓉蓉，你让开！我是你未来的老公，你干嘛护着他呀？阿超，你要干嘛呀？蓉蓉，你别管，你过来，你是不是爷们儿？马文，你们给我回来！对，你是村干部，你先住手。对，你不要再打了。你们再打，我明天我就搬走，再也不回来了。好了，你们3个一块长大的，别伤了和气啊。不就是嘛，你们都是发小，还打成这样。蓉蓉，好，既然这样，你当着大伙的面把话说清楚了，也让2位记者做个见证。你到底喜欢我，还是喜欢他？哎，你们都别闹了，我今天不想谈这个问题。蓉蓉，你到底要嫁给我，还是要嫁给他？告诉他，我谁也不嫁。蓉蓉，你养过河拆桥是吧？你父亲刚进医院，你就想一脚把我踹开。蓉蓉，你忘了你以前我冒着多大的风险帮你吗？行了，别说了，这是你们3个人之间的事儿，我跟叶玲也不好插手，请你们私下解决。今天我跟叶玲过来，是有话要说。我说你们2个大记者怎么回事啊？啊？怪兽事件不是已经查清了吗？我都承认错误了，你们还想怎么样啊？我求求你们了，2位记者，你们赶快离开我们村吧，我看着你们烦。为什么别人不心烦，偏偏你心烦呢？证明你心里有鬼。你们记者就会这么胡搅蛮缠是吧？好，有什么话说吧。昨天我跟蓝天在山上，我们看到怪兽了。什么？你们看见了？对，但是我们看见的怪兽是假的。什么意思？我们在山上看到了捕兽夹，捕兽夹夹上了怪兽，顺便带下来了这个。这是人造皮毛，可以证实这个怪兽是人假扮的。你是说吓我那个怪兽是人假扮的？谁这么无聊啊，假扮怪兽吓唬村民？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那个假扮怪兽的人。看我干嘛呀？我这一整天都在这儿啊，我根本不可能假扮怪兽。我没说是你假扮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昨天叶玲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听小卖部的老板说，你一次性把拖欠了他半年的债务全部还清了。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赌徒，欠了很多赌债，再加上刘老伯培育的黑色郁金香也失败了，也是债台高筑。那么你哪来这么多钱把这个债务还清了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是啊，超，你哪来这么多钱呀？对呀，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刘阿超，你就快说吧，江明是谁？他为什么要给你10万块？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呢，我还有事儿啊，我先走了。哎，话还没说完就想走啊？坐下。我跟叶玲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你的账户，发现一个叫江明的人往你的账户上打了10万块钱。这个江明就是狼峰玻璃厂的总经理。狼峰玻璃厂？刘阿超，他为什么给你10万块钱？你都做什么了？就算江总借给我10万块钱，又怎么了？啊？我在外边欠账了，江总和我是老相识，江湖救急，借我个10万8万的能怎么的？只能说明我刘阿超人缘好嘛。人缘好个头！你是个赌徒，你跟人家总经理的关系好，这种鬼话你说出去谁会相信？反正事情就是这样，江总借给我10万块钱，就这么简单。哎。
爱信不信。刘阿超，你逃避是没用的，那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你老实点，你回来！这本胶囊是我在刘阿超家抽屉里发现的，当时我拿到的时候是一个整板的，我抠了一粒，已经送出去化验了，明天就能出结果。刘阿超，你到底有什么秘密？你跟江明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切到底跟怪兽有什么关联？难道你还不说实话吗？坐下。阿文，阿文，你怎么了？阿文？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马文，你怎么了？是阿文，你到底想起什么了？刘阿超，你这个昧着良心的混蛋！马文，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前段时间，狼峰玻璃厂的人到咱们村来，说要买咱们村的土地，我当然不肯答应，因为咱们村好不容易才培育出适合种花的土壤。但是从那以后，我就不止一次的看见刘阿超和他们的人在一起。叶灵和蓝天夜探山谷，惊险重重，并且确定了一点：王蓉蓉所看到的怪兽肯定是由人类假扮的。那么，扮演怪兽的是谁呢？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刘阿超得到的那笔10多万元的意外之财是怎么回事？狼峰玻璃厂的总经理江明为什么要给这个刘阿超那么多钱？难道说刘阿超暗中和江明在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是说刘阿超掌握了江明的什么秘密？至此，所有的焦点都汇集在了这个刘阿超的身上。叶灵和蓝天很清楚，刘阿超就是解决整个怪兽事件的关键。终于，在大家的逼问下，刘阿超开口了。那么，这个刘阿超又会带给我们怎样惊人的事实呢？马文又会想起什么？黑色郁金香死亡事件，刘老伯的怪病是否和这一切有关呢？狼峰玻璃厂和江明又到底要干什么？怪兽事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惊人的秘密呢？我们下一集的故事中，精彩继续。回去啊，跟江总说，他交代的事情我一定完成啊。阿超，那2个人是朗峰玻璃厂的吗？对，朗峰玻璃厂的。哎，他们来干嘛？他们不是想买咱们土地吗？那我们能卖吗？我把他们骂了一顿，骂跑了。走了吧。走了。别和他们在一块儿啊。哎，好。走吧。刘阿超当时告诉我，
他说狼峰的人想买他的土地，被他给骂走了。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我就相信了他。但是那段时间，我就发现刘阿超一直的在和狼峰的人接触。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局》第2季。上一集里呢，我们知道了刘阿超和狼峰玻璃厂做着不为人知的交易，而马文也在关键时刻开始慢慢想起了丢失的那段空白记忆。那么，马文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为何平白无故的失忆了呢？而马文口中一直念叨的那句“深深的解放了”，又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中又有着怎样的秘密呢？随着马文的苏醒，我们知道刘阿超和狼峰玻璃厂的秘密很快就会浮出水面，而且这个真相很可能就是解开光明村怪兽事件的关键，一切的谜底呼之欲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光明村怪兽事件的最终答案。哎，师傅，哎，这个树啊，往我们看了，咱们还能用做木材用，是吧？哎，告诉张总，看这个，这个柴屋什么的。狼峰玻璃厂，阿超来这儿干嘛？一定有古怪。这个是我从国外弄来的，药力非常强，只要人服用它后，1天之内就会丧失意志。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像傀儡一样。你要是把它放到你们村的水井里，只要你们的村民全部签了卖地协议以后，这好处嘛，当然是少不了你的。蒋总，这恐怕不妥了吧？您看，万一村民们要是恢复了记忆，跟您闹怎么办呢？您看，您这么大一个老板，您要是吃上了官司，对您这个个人声誉那是极大的影响啊。蒋总，这样，您容我好好想想，我一定想个办法，让村民们自动搬走。等你想出来，黄瓜菜都凉了。就问你一句话，干还是不干？啊，当然，你要不干，我的手下人也会干。不过到时候这好处可就不是你的了。别，蒋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容我好好想想，我一定让这帮村民们。不用再想了。儿，阿超，江明，你们俩为了自己的利益做这样的事情啊！马文，你阿超，马文，走，跟我走！让我干这个叛徒，让我干什么你？阿超，马文，你冷静一点，马文，马文。阿超，把这个给他吃了，然后你再给他编一个美丽的故事，让他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这样你就可以置身度外。哈，当然，你也就能从赌债当中解放了。深深的解放了。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我就发现我躺在自己家里，但是之前的事情我是一点也记不起来。
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我就记得2个词儿，在我脑子里边不停的转，深深的解放了。刘阿超，你们到底对我做什么了？不用说，一定是他给你用了药。你第2天早上醒来在自己家里，应该也是他把你抬回来的。刘阿超，你们对我下药了，是不是？我算搞明白了，为什么马文一开始就说自己看到的是巨型饿狼，不是饿虎、饿狮，就是因为马文在江明的办公室里昏迷前最后看到的是狼峰的牌子，这个狼字深深地印在了你的脑海里。再后来，刘阿超制造怪兽狼音，这样更加深了你对狼的印象，所以你一直认为自己看到的是饿狼。刘阿超，刘阿超，我没想到你竟然忘本，你背叛村子，你背叛村民。说，你是不是给他们也下药了？我没有，我没有。马文，对，你发现我跟江明在一起，我们确实给你下了点药，但是他告诉我，那个药非常的厉害。我在南方待过，我听说过那种药，我知道那种药人吃了之后，虽然会过一段时间恢复意识，但是副作用非常的大，轻的会造成失忆，重的会变成疯子。那你还把那个药？我没有，马文，他们是养我的父老乡亲，我刘阿超也是有良心的。你是有良心，可是你的良心却是黑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给马文吃的药就是这种吧？对。这件事情，阿超真的没有撒谎，他确实没给村民们下药。这个药我拿到的时候是个整板的，这样说明阿超根本就没用过这个药。阿超，你和狼峰玻璃厂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事到如今，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在外面欠了好多赌债，这个你们都知道。1个月前，江总找到我，说要跟我谈一笔生意，他们想扩建工厂，要买我们村民的地，但是我们村民不卖呀，他就让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让村民们自己搬走。他给了我这种药，让我把这种药下到村里的古井里，我不同意。但是蓉蓉，我真的需要这笔钱呢，正好这个时候，蓉蓉来找我帮忙，我就想到了怪兽吓人的方法。我想用怪兽把村民们吓走，总比让村民们变成白痴强吧。我在金三角一带待过，知道智慧药的存在，我就想方设法的找到了智慧药来对付马文，因为我知道马文是村支书，村民们都相信他。只有让马文相信了怪兽的存在，那一切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阿超，爹，你怎么来了？畜生！老刘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居然跟外人合起伙来对付村民，你居然出卖生你养你的这片土地，你还是人吗？爹，我没有爹，我就是想把赌债还上，我没做过分的事儿啊，爹。你给我下药，这还不算过分吗？我打死你这个畜生！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爹，你怎么了？爹，你放心，爹，我再也不跟江明同流合污了。爹，我发誓。逆子，畜生！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看我？不相信我？我刘阿超用我爹的命，用蓉蓉的终身幸福发誓，如果我再受江明的摆布，我刘阿超天打五雷轰！你用你爹跟蓉蓉来发誓，你真是卑鄙！
叶良，我爹和蓉蓉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比我刘阿超的命都重要啊！有他们发誓，这说明我是真心悔改呀，爹。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怪兽是吃致幻药的情况下才会看见，阿超没给我下药，那怪兽是哪儿来的？刚才叶记者和蓝记者说怪兽是人假扮的，这个人会是谁呢？这个我猜是江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双管齐下，一面呢让刘阿超用致幻药对付村民，另一方面找人假扮怪兽。村民们每天都生活在惊恐之中，要搬走是早晚的事儿。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怪兽的事情就是狼峰玻璃厂为了对付村民而想出来的办法。蓝天，我想我们应该去采访一下江明，跟他对质。你觉得江明会承认吗？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一切都白搭。证据？有啊，我们应该上山去把怪兽抓住。对，咱们今晚就去。好，我也去。你，马文，别瞧不起人，我跟你打个赌，咱俩谁要是先抓到怪兽，蓉蓉就嫁给他。你这么说是在侮辱他，蓉蓉又不是物品。又来了，不要再吵了，我谁都不嫁。蓉蓉，老婆，先把您送回家。好，好。说，为什么伴郎下人？谁指使你的？行啊，玩打死也不说这一套是吧？哎，反正是个怪兽，大家挖了坑把它给埋了吧。哎，别！我还不想死，我招，我全招。各位大哥大姐，我也是奉别人命令办事，求求你们千万别活埋我呀！到底谁指使你的？快说！我叫李阿牛，是隔壁太阳村的。我告诉你们，是朗方玻璃厂长江明指使我这么做的，是他给了我这身行头，让我假扮怪兽吓唬村民。他每天给我100块钱，我只是看在钱的份上才这么做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果然是江明，一天给你100块钱，你就做这种缺德事儿啊！哎，是，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干了，我错了，我再也不干了。好了，现在真相大白了，什么怪兽就是个傻了吧唧的人。咱们回家吧。小队，认识我刘阿超吧？以后你要再敢穿这身皮吓唬村民，活埋了你！团长，听见了。谢谢大哥大姐，谢谢。累死我了！怎么了？事情不都清楚了吗？还有什么可想的？告诉警方，教训教训那个江明。叶玲，你觉不觉得这个江明有点不符合常理？怎么了？就为了建个分厂，就要这样大费周章吗？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表面上看上去，江明弄出个怪兽来吓唬村民，就是为了买下光明村，建工厂。
可是他完全没有必要非要用光明村来建工厂啊，周围还有很多空地啊，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为了建个分厂，就装怪兽吓人，甚至用那么厉害的毒药来逼老百姓就范，这也太兴师动众了吧？对呀。除非他买下光明村并不是为了建厂，而是这里有他想隐瞒的事情。好，明天出发，对视江明。如果他敢不老实的话，就打死他。您干什么的？你好，我们是第三视角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们的江总，马上通报一下。那你等一下好吧。喂。江总，有一男一女2位记者过来采访你。什么？有一男一女2个记者要采访我？是的，江总，要不要我把他们赶走？不用。这该来的事儿早晚得来，让他们进来吧。江总你好，我们是第三视角的记者，想就光明村出现怪兽的事件跟您做个采访。好啊，第三视角，我看看，还带着摄像机来的，逗得跟真的似的啊！不过我这个人啊，比较低调，我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你呀，让他赶紧关了。那既然江总不喜欢上镜的话，我们就简单做个采访。好，那咱们就别磨磨唧唧的了。我这人啊是个敞亮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呢，就赶紧问，咱们直来直去，赶紧了事，好吧？那既然江总这么敞亮，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传言您这玻璃厂附近的光明村出现了怪兽，这件事儿您一定是听说了吧？那么您对这件事儿有什么看法呢？我能有什么看法呀？传言啊，虚虚实实，我也闹不清楚。不过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也许还真有咱们人类不可解释的东西呢，对不对？还是尊重科学吧。原来江总对科学这么热爱，那么我想请问您给光明村的刘阿超10万块钱，难道也是支持科学发展吗？据我所知，刘阿超这个人没什么学历，而且又是个赌徒，这种人好像跟科学不沾边儿吧？刘阿超，哦，我想起来了，以前啊，我的车子陷到光明村的沟里头，是这个人呢帮我把车给推了上来。后来呢，他有事求到我，我想到他以前曾经帮助过我，所以就借了他一笔钱。怎么了？我做好事学雷锋也错了？有时候做好事和处心积虑往往在一个层面上。江总，我想我们这次为什么来，您一定是清楚的，那就别绕弯子了。我该问就问，您该答就答，我们通力合作一下，这样不好吗？我是一个商人，你们是记者，咱们这2个职业这八竿子打不着嘛。和你们合作，我还真做不来。江总，我们得到消息说光明村的怪兽事件是您在背后操纵的。您一方面买通光明村的刘阿超，另一方面买通太阳村的李阿牛，分别以致幻药和假扮怪兽来吓唬村民。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要说的吗？喂，这位年轻人，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的。有证据吗？没证据啊，我本事可以告你诽谤的。好了，该问的你们也问了，该答的我也答了，你们请便吧。江总，您好像没有回答刚才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你有证据吗？我请你用事实说话。如果你要是没有证据和事实的话，我的工作真的很忙，
请你们2位离开我的办公室。我叫李阿牛，是隔壁太阳村的。我告诉你们，是朗中玻璃工厂的老板江明叫我假扮怪兽，吓唬光明村的村民，1天给我100块钱。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不否认是我支持李阿牛扮演怪兽的，那又怎么样呢？好玩嘛，啊？哼，其实嘛，我本来是想在这块地方盖一个娱乐场所，里面呢，我想装一个鬼屋。既然是鬼屋，那就有鬼有怪兽嘛，对不对？所以我让李阿牛扮演怪兽，是为了给这个鬼屋做个实验，娱乐，这有什么不可以吗？江总，你真把我们当3岁小孩子吗？你这种鬼话谁会相信？既然2位记者不信，那我也没有办法。实在不行，你们可以报警嘛。不过我可少话说在头了，没有证据和事实，你们这就是诬告。行，你要证据，我给你。这是什么？江总，您给过刘阿超一种药，一种能吃了变白痴的药，这个是化验所今天传过来的化验结果。我想这个是什么药，有什么副作用，您比我清楚吧？如果这个东西落入警方手里，您不会有现在这么轻松吧？您还是跟我们说吧，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光明村的土地不可？我说你们俩怎么那么烦人呢？啊，想知道是吗？那我告诉你，我的厂子要扩建，光明村离我们是最近，所以我一定要拿下光明村的土地。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该走走，该报警报警啊！警察查到我这儿，也顶多治我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罪，罚点钱完事儿，能把我怎么着啊？嘿，至于你们说的这个药，我来个死不认账，你们又能把我怎么着啊？行了，你们也都问完了，我也说完了，没事啊，离开我的办公室。走。气死我了！这个江明简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刚才拉我走干嘛呀？咱们直接报警不就得了？咱们的证据力度还不够，就算警方来了，江明承认怪兽的事件是他所为，那又能怎么样？要的事儿只有刘阿超的证词还是不够的，咱们要找到关键的证据，要找到江明真实的目的，这样才能叫他哑口无言。那江明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证据又在哪儿？蓝天，停车！刘伯伯，没事吧？没伤到哪儿吧？您这又是帮刘阿超送水吧？您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再干这些体力活了。没事儿，没事儿。哎，就是这双腿啊，太不争气。这几天啊，一直没劲儿，站都站不稳。这样，刘伯伯，我们先送您回家，一会儿这水我帮您送过去。哎呦，那太不好意思了，太不好意思了。您看，没事。事情进行到这里，叶灵和蓝天已经非常的清楚，光明村的怪兽事件就是狼峰玻璃厂的总经理江明一手策划的。按照江明的说法，狼峰玻璃厂想要买下光明村的土地来建工厂，但是呢，遭到了村民的阻挠，因此想出了搞恐怖怪兽吓走村民的办法。但是我们的记者很明白，整个事件
绝不会这么简单，一定还有着特殊的隐情。那么，狼峰玻璃厂的江明到底想干什么？这一切的背后又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哎，真是谢谢你们，谢谢。刘伯伯，您这腿是怎么了？要不然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哎呀，不用查，老毛病了。哎，叶记者、蓝记者，你们坐，我去给你倒茶去。你不用忙活。刘伯伯，您还是好好坐着吧。您是脚使不上劲儿吧？是啊，我来给您揉揉。哎，叶记者，这可使不得。哎呀，这有什么的？没事儿。哎呦，我来看看您的脚。刘伯伯，您的脚都这样了，您还说没事儿？不行，得赶紧上医院。没事儿，一直都这样，扛扛就过去了。这回可不能听您的了，蓝天，我们得赶紧带刘伯伯去医院了。这刘阿超又去哪儿了呢？要不这样吧，你先带他过去，然后他回来了，我再告诉他。好。哎呦，这可真是麻烦你们了。小心。那个，我安排一下，给您抽下血吧。哎，谢谢大夫。不用客气。这位老伯患的是乌角病，这种病很严重，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来？他家人呢？在过来的路上。这种病再拖下去就得截肢了。这么严重？乌角病是什么病？乌角病是由于砷中毒而引起的末梢血管阻塞，最显著的特征是患者双足发黑，最严重时可致癌。砷中毒？怎么可能会砷中毒呢？砷是一种类金属元素。乌角病的起源是由于有些沿海地区井水里含砷量过高而引起的。随着自来水的普及，这种病已经很罕见了。这位老伯怎么会得这种病？是啊，他怎么会砷中毒呢？诊断结果要下午才能出来，病人家属来了之后，我直接给他吧。行，你先忙。好。乌角病，砷中毒。哦，原来是这样。回来了，怎么样？刘老伯的脚生什么病了？进屋说吧。乌角病，这是一种什么病啊？乌角病是由于砷中毒而引起的末梢血管堵塞，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患者双脚发黑，严重的时候可以致癌。而致使乌角病的原因是由于井下的水砷含量过高而引起的。你是说光明村的水有问题？可是农民们吃的水都是家家户户自己打的，哪来的污染啊？刘老伯得乌角病，这绝对不是偶然。你想想看，乌角病多发在沿海地区，因为那里的地下水砷含量很高，而这里是不可能含砷的。那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将砷投到井里去？不可能，这不是故意投放，这应该是工业水污染。工厂排放的水中含有砷，然后污染了光明村的地下水源。狼峰玻璃厂？对，就是它。玻璃在制造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砷废水、废气、废渣，就是这些污染了光明村的地下水和土壤。没错，地下水被污染了以后，农民们又继续用这种水来浇花种地，久而久之，土壤也会被污染。黑色郁金香就是这样，因为它对水和
和土地十分的挑剔，所以刘伯伯的叶皇后怎么都养不活，根全部都烂掉了。对，由于玻璃厂的污水污染了光明村的地下水和土壤，致使刘老伯得五角病。江明得知这些消息以后，肯定会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拖下去的话，一定会出大事儿，所以他才急于购买光明村，好让村民们搬走。如果他们在外地病发，就不会有人怀疑到玻璃厂污染的问题。这就是江明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急于买下光明村的真实目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这样，咱们明天一早就去玻璃厂采取污水的样本，拿着这个污水的样本跟光明村的井水样本拿去化验。如果说里面的成分一样，就能证明污水排泄的事实。好，明天拿到样本之后，先联系马文，再做打算。就这儿吧，还挺隐蔽的。来，听听看。醒了？江明，你居然敢绑架记者，你好大的胆子！我告诉你，绑架记者的罪罚可不轻，赶紧把我们放了。你呀，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我只是把二位请来呀，和你们聊聊天，唠唠嗑。江总，您这么大动干戈的把我们请过来，不只是想聊天这么简单吧？嘿，还是你聪明，我还真没时间和你们唠什么。我这次把你们请来，主要是想让你们俩以后啊唠不了嗑。你难道想杀人灭口啊？你真是丧心病狂！我又不是杀人魔王，那种丧心病狂的事儿我是干不出来。我只是想让二位忘记一些事情。江明，你要干嘛？其实啊，我挺讨厌你们这些干记者这样的，因为你们经常啊不经过别人的同意就探听别人的隐私。你们俩没经过我的允许，探究了我的秘密，所以我要让你们俩把这个秘密忘掉。动手！我知道你这种药，就是你之前给马文下的那种。你想把我们变成白痴啊你！你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啊。等你把这药喝了，你就会忘掉了那个秘密。我以后也不会再找你们的麻烦了，是不是？不碰我！等一下！这水要是我们喝下去，我跟叶灵会忘记之前所有的一切，甚至我们会变成傻子，变成白痴。在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句：你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哎呀，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其实我们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没有证据。你这么做，那就证明我们之前的猜测都是对的，对不对？你们玻璃厂污水确实污染了光明村的土壤和水，是不是？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可瞒着你们的。你猜的不错，确实是我们玻璃制造厂污染了光明村的土质和地下水。你混蛋，那是人命！这件事只能这么处理啊，我也没有办法。本来我们厂呢有自己的污水处理设备，我们把污水引进我们的污水处理器，可谁想到污水管道破裂了。当我发现的时候，污染已经渗透。如果我要是把厂子停工的话，你们知道我得损失多少钱吗？你们光顾着那些村民了，
你们有没有为我们厂子的工人想过呢？如果我一旦把厂子停工的话，我们厂子几百号工人的生计怎么办？说心里话，我也不想看到污染再继续渗透下去，我也不想看到村民得乌角病，所以我打算把光明村买下来，让村民搬走。可是这些村民呢，冥顽不灵，每个人给20万，他都不肯搬的。所以，你就用怪兽吓走村民的这种卑鄙的手段。其实你最清楚，如果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将是什么后果。好了，你们想知道的也都知道了，现在无话可说了吧？我还有最后一句。哦，什么？江明啊，你完了！不让我搬出去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呀，你报的警？你什么时候报的警？其实昨天晚上咱俩说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有人偷听了。我想啊，这肯定是江明的人。既然咱们找江明了，他肯定怕咱们查出真相啊，他就派人跟踪咱们。既然跟踪咱们的人已经知道咱们觉察出水有问题，所以他肯定会有行动。咱们早上出发的时候，我就悄悄报了警。早点告诉我，害我白白害怕了一场。你会害怕吗？快走！好，江总，您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你们没有证据。污水的事情，有关部门一检测，全部的事实都出来了。而且，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部录下来了。现在证据确凿，连口供都有了。我再提醒你一句，现在你多了一项罪名，绑架。当初他们让我搞怪兽，我还以为是个好主意呢。走。江总，慢走啊！有时间我们会去监狱探望您的。我觉得不对劲。怎么不对劲了？快走吧。真是太好了，污染的事情呢，总算是解决了。玻璃厂还承诺说给挨家挨户都有补偿呢。然后当地也派来了土地修复专家，土地也会马上修复。哎，我说咱们俩真应该出去转转，都来了好几天了，应该去一趟那个大棚花卉，再去买点好吃的，大吃一顿。你这干嘛呢？你还记得江明被带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吗？江明被带走前说，他以为怪兽的事情原本是个好主意，后来怎么样的，对吧？这个怪兽的主意不是江明出的，那就是他那个手下那个什么阿牛出的呗。你看看这个，欲救玻璃厂，请参详以下妙计。这是什么呀？这是江明的邮箱，我黑进去了。如果想买下光明村，可以制造怪兽的事件，吓唬村民。另外，我这还有一种药，可以令村民们不自主地签下卖地合同，为你所控制。这种药2天以后会递到。怪兽的事情你自己想办法，不要问我是谁，只要照做就可以救你。这是谁发的？不知道，没有署名。那怎么办呢？找找他呀。哎，你去哪儿？江明说的污水排放的管道应该就是这儿吧？对，应该就是这个。
污水从玻璃厂排出，经过这条管子到达污水的处理器。这个管道正好在灌溉田地的河道。那江明所说的污水泄漏问题，应该就是在这儿。对，过去看一眼。小莲，你看这儿。怎么了？这儿应该就是污水泄漏的地方吧？对，江明知道含砷污水的危害，他做了污水处理系统，但是让他没想到的，这个管子破了。叶玲，这个口子不对劲。怎么了？从这个口子的痕迹上来看，很明显是人为的。你是说有人故意让污水泄漏？哎，那会不会是那个发邮件的人？如果真的是他的话，先是让污水泄漏，然后又是出主意，再是给药，你说他什么目的？哎，你想到什么啦？陈总，我们这期节目怎么样？题材不错，内容也很好。你们组的第一期是个好节目，继续努力吧。那陈总，我们可不可以放个假，然后好好休息一下，准备下一期的选题？不可以，现在台里这么忙，你还想休息？赶紧准备下一个选题。我真是受不了！你刚才要是帮我据理力争一下的话，没准还能有大价呢。你帮我一下，你会死啊？啊，真有可能。喂，有那个摄影师的消息了，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好了，怪兽事件落下帷幕，但是依然留下了诸多谜团。是谁故意破坏了排污管，造成了污水泄漏呢？叶灵能否找到那个神秘的摄影师，又能否获悉自己姐姐的消息？关于这些，我们后面的故事里自然会为您一一破解。而在下一集中，我们会暂时放下蓝天和叶灵，要去看一看另外一个组的故事——新闻调查组。